这一次好像蛮成功的。对呀、大家好，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蜂鸟5代雷射雕刻机，一款号称高速辨析、多材质的创作神器。想知道它有多厉害，跟着我一起开箱来实测。这款已经是蜂鸟的第5代产品了。那承袭的它之前的风格，外观依旧非常的华丽时尚。那在许多细节上都制作非常好，在外观的细节上依旧保持很好的水准。这一款是现在市面上最小的双光源雷雕机哦，同时配备了20光线和20瓦的2极体雷射光源哦，几乎可以在所有的材料上进行雕刻。不论木材、亚克力、皮革、玻璃、岩石、纸、不锈钢、铝、黄铜这些金属类，它都是可以胜任的。蜂鸟5的扩展套件依旧十分丰富，使用滑台扩展套件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雕刻。针对立体的圆形物件哦，就可以使用旋转轴套件来处理。以上就是蜂鸟5代的全部配件。我现在下载了它蜂鸟的 App， 那里面都会有教这个机器要如何安装。我的猫叼出来，真的是画歪的猫，真的是画歪的猫。不错啊。雷射雕刻机已经发展许久，这台机器是20瓦的双雷射头。以市面的机器来说，它当然不会是瓦数最高的。市面上好几百样的雷射雕刻机产品，蜂鸟到底有什么优势？市面上大部分的产品其实你在学习的时候，你都要付出非常多时间成本。一个好的设计它其实是必须去贴近使用者让使用者可以马上的上手，减少操作上的失败率，节省时间，增加效率。蜂鸟的产品它一直都在这方面不断的努力。蜂鸟5代它可以连接电脑，那你也可以使用 USB 导入档案进去。那最方便的当然是它也提供了手机的 App 里面也有提供编辑的功能可以在 App 里面使用官方提供的素材当然你也可以导入自己的档案，在工作窗内可以随意的拖拉它的大小，功能上非常齐全。现在我就要来实际测试它雕刻起来的效果如何。在雷射雕刻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大量的烟雾。蜂鸟5是有出烟雾的净化器，净化器是需要另外再添购的。原厂它也有搭配这个排风的系统，这个机子后头有一个排风的风扇可以装上它搭配的这个排烟管，把它卡进去。这个排风管就把它拉到外头去，你可以拉到窗户外头。基本上在雕刻的时候就闻不到什么味道，机器抽风的效率算是还蛮好的。在我操作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不太到它的那个味道。那想要烟雾的净化效果更好的话，就是购买它的烟雾净化套件。那我刚刚也有使用吸尘器，我来试试看效果。那使用吸尘器效果是有的，只是我觉得不会比直接把它导到外面效果来得好。开机之后，它这个风扇就启动了，可以听到它这个声音其实蛮大的，这样才可以确实把烟雾都排到户外去。厂商有随赠附一块铝板，这个可以放在机台下方了，那就不用担心雷射会扫到这个底座。那如果要做外形的切割，就一定要放这个板子。那先来连接这个机器。现在我先来试试看雷雕木头。那我先导入档案。那像这个蓝色框框就是它可以扫描的范围那点击图片可以随意的移动，那也可以放大图片。下面有许多的功能那你如果要在这图片上加字，按文本，直接输入木材，那这个字就进来了，一样可以随意的拖拉它的大小还有位置。
可以参考上面的这个数值来调整你需要的尺寸。那你也可以直接按预览，点击预览后，你可以看到它出现一个蓝色的框框哦。你移动图片的话，框框就会跟着移动；你调整大小，框框也会跟着改变。这个蓝色框框就是你要雕刻的范围哦，非常的方便。这时候你就可以调整你的雕刻键的位置，参考蓝色框框来调整它的角度。红色这个点是它的对焦点，现在这2个红点是分开的，那它就没有对到焦。要把它调整到2个红点重叠，它就对焦完成了。机器上方这个升降杆有2个钮嘛，按这一颗钮它就是往上移哦，这一颗就是往下。那如果按着这个钮，它就会自动一直往上升哦，你再点一下它就停了。那下降也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雕刻哦。那就盖上保护罩，你也可以戴上原厂配的这个保护镜来保护你的眼睛哦。那现在我就要开始雕刻，按下一步，常规雕刻。那分辨率的话，预设就选择2K。机关类型的选择，如果是雕刻木头材质的，就选择450。那1064是雕刻金属在用的，功率预设100，深度花木甲板我是抓30的。我调整这个深度的话，它的雕刻的颜色深浅就会改变。那这个是雕刻次数，一样预设使用1次就可以了。那最后就按下开始雕刻。那蜂鸟5的雷射雕刻速度非常快哦，现在是没有加速的哦。那以这个图的大小，可能20秒左右就可以雕好了。这样就好了。那现在这个是功率100，下刻深度30，雕出来的效果。那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深度去调整它的下刻深度。这一块是花木甲板，雕起来的效果还不错。这一次给它印大一点。保护罩这次我就不盖了，让大家看看它排烟雾的效果好不好。看那个烟雾就直接就往那个排风上去了，不太会有飘出来的问题。放大刻起来的效果，这尺寸是9×7哦，这次刻了1分钟又4秒钟。现在来刻一块比较硬的木材，这个是红橡木，不同厚度的木头，这个焦距就要重新调整了。看一下效果。如果是要雕刻照片的话，可以使用抖动；如果是浅色物体的话，就直接这样设定就可以了。如果是深色物体的话，可以点开反射，刻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照片刻起来的效果，参数设定的不同，出来的结果就会差很多。像这2个都是1K 解析度的。那这个下切深度是10，这个下切深度是20。那上面这个是2K 解析度，那下切深度是20，那它就刻得比较深。可以根据你需要的质感去调整参数。来搞一点特别的，我来试试看，来把图片雕刻在这个叶片上面。这一次的完整度看起来有80%哦，叶雕的那个数值比较难控制，因为不同叶子的厚度都不同，那需要花点时间去测试。这一次好像蛮成功的。对呀。像这一片是加冬叶，它比较薄。那比较薄的话，这个功率是用100，那下切深度20，雕刻次数1次。这个叶子我没记错的话是樱花叶，那刻起来的效果非常好。那功率我是设定100，那下切深度是17。我现在要来切切看这个4mm的花木甲板，轮廓切割的话就要放在这个底板。选一个素材来试切看看哦，用这个 G 扣来切一个雪花，功率设定100，下切70，切割次数设定22次，切了22遍，
感觉还是没有切穿呢。我再重新扫一次。那第二次我把切割深度调到80%，那切割次数30，那就有成功了。那根据不同的材质你自己需要去调整切割次数跟深度。这种透镜型的雷射雕刻机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断面它并不是90度，那因为它是由中性的透镜往外做辐射切割所以它是有角度的。现在试着来刻一个铜牌看看。那我换上木头的 logo 跟 Wooden Rain 这两个字，那铜牌就要用金属切割了。激光类型就要选择1064那现在预设的这个选单它有一些材质可以选。那我现在要刻铜，然后它就会跑出它预设的一个数值。一下就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那比较常用的这种2 mm 的椴木板，也来切切看效果。2分的椴木板很轻松的就切掉了，也来试一下皮革的雕刻效果。皮革雕起来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刻得非常的细致。现在也雕雕看阳极铝板，把它放到最大。那如果超出雕刻范围它会有红色的警戒，就把它移到正确的位置就好。雕刻阳极铝板会使用抖动。那因为它是黑色的材质，所以要勾选反向，使用2K， 功率设定80，雕刻深度5，激光类型选择1064。阳极铝板反向之后刻出来的效果，再把它裱起来就很好看了。这个尺寸12乘12公分。刻了接近半个小时我现在来试试看使用滑毯，那它可以一次雕刻很多个物件。那我现在一次刻6个图案，那你选到你想要刻的它就会移动到这个篮筐的位置，你就可以去调整这个木头的位置。6个位置都给它对好，那就可以开始扫描。那我这次就不盖保护盖。如果要一个一个对位，其实还蛮麻烦的。但我木块都是随便摆嘛，那实际上在量产的时候会做个模具的，刚好可以把这个方块放进去里面，那对位的时候就会比较快速。现在我来测试来雕这个飞机盒，那它的材质是瓦楞纸，纸类的材质，那这个功率跟下切深度就不用那么深了，功率调40%。6.5乘以5公分的大小，那它刻了大概3分钟多。包装盒刻起来之后，这个质感真的提升不少。那它刻起来的效果非常清晰这样整个商品的质感就提升很多。如果你是做文创商品的贩售，这雷雕机就是你的一个生财工具那我现在要试着在这个不锈钢铁纸上面刻上我的 logo。不锈钢雕刻就用1064，功率100，深度50，然后切个深度1。7秒。不锈钢上面刻起来的效果我超喜欢的。接下来我要来试试看雷雕圆形的物品这里的3爪爪的它有3种不同的尺寸在配件包里面都有像这种小的就是要夹戒指用的，那如果是杯子比较大的圆形容器就会用这种大的爪头，这种是可以夹持更大的。
转轴雕刻刻木头，效果就像这样子。那陶瓷杯、玻璃杯、金属全部都可以雕刻。它这个基座啊，跟这个雷射头是可以拆掉的。它后面有个旋钮，把它旋开，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那拆下来之后，它的重量其实就不会到很重哦。要像这样对着大物件来雷雕的话，就很方便哦。电源的部分就一样使用电压器。去外面摆摊啊，或者是去工作，如果没有插头可以使用，就搭配行动电源就可以了。木头上面是有油漆的，那会影响它雕刻效果，所以要在油漆之前做雕刻，不然就要把这个漆给先磨掉。这样就 OK 咯。要在比较大物件的雕刻就是这样子做操作。经过我这样测试下来啊，大家应该很清楚这台蜂鸟5的优势在哪里。第一点，它非常的轻便哦，你可以带着它去外面摆摊，或者是拜访客户，灵活性非常的高。再加上它的扩充套件其实蛮齐全的，可以满足各式的需求。那对我来说比较惊艳的一点是它的雕刻速度很快，跟传统的3轴 XY 立轴的这种雷雕机哦，那速度是差非常多的。如果你是要用来扫图、刻 logo， 这台机器就非常的适合你。不过你如果是要拿来做外形的切割，那因为它的功率是20瓦，当然不可能跟市面上比较大型的机种那种高瓦数做轮廓的切割，那效率当然会比较好。不过经过我这样测下来，在厚度4mm以下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哦。那它这种透镜式的，从中心点做放射雷切，那它的边缘都是会有一个角度哦，这部分也是大家可以考量的一点。还有一个很大优势就是它是双雷射头，然后2个雷射头都20瓦。那不管是木头、金属、皮革、铜、石头这些材质，它都有办法克服，几乎所有材质它都有办法处理。在我的操作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发现，蜂鸟5的操作性非常的好。我对一般对雷雕完全没有了解的一些新手，也可以很快的上手。它的 App 也设计得很好，很容易就上手，可以减少很多你学习的时间。你其实不需要对这台机器做任何的调整，你只需要做对焦，还有一些参数上的设定。你不用担心说 X 轴、Y 轴哪里皮带调太紧啊，或者是有哪些零件坏掉，它几乎没有任何你需要去做维修的零件。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一个好的产品其实就是要解决用户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把它克服，让我们这些使用者可以无痛的学习。再来就是这台机器的价格其实算蛮高的，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你如果只是要在你的工具上面刻 logo，做一些比较趣味的事情，那可能不太适合你。那你如果是文创工作者，你需要在你的创作商品上面刻上你的 logo， 你有接一些雷雕的案子的话，那这台机器就非常适合你。那过去雷射 Pack 蜂鸟在台湾有请行销公司代操募资，但因为不是专业的雷射相关厂商，因此在售后服务上面并不是太周到，所以在蜂鸟3代之前的产品有客户购买后找不到售后的问题。可是现在已经有在地的厂商木百货担任台湾的总代理了，会全权负责后续的咨询还有保护的相关处理。虽然蜂鸟5这种正印式的雷雕机不太有后续维修保养的问题，也有接近1万小时的雷射头寿命测试，但只要保护内出问题不废话就是雷射头直接给你更换。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或是直接找木头人购买，就可以保证拿到台湾的公司货，就可以享有保护，不用再担心这台机子成为孤儿了。那你如果对这台机器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就会找时间帮你做解答。那你如果想亲自来实测这台机器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来我的工作室来使用看看。最后别忘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点赞、留言、加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